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8月5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8月4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933，收盘价是925.9，盘中最高价是在940.82，最低价是在915。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的负值是达到了25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上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2408.54万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9 倍，量缩。KD 值开口不变，双线上行。那说明股价在继续上行的走势中。MACD 开口不变，双线也是继续上行。那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短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维持短期的多头趋势。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那在8月4日收的这个 K 线呢，叫准蜻蜓线，和前一个交易日的 K 线相同。那我们把它称为叫准蜻蜓线是因为它的下影线的长度没有超过实体的2倍。那这样一个准蜻蜓线的位置呢，是出现在股价上涨出现回后再上涨的过程中。那我们会看到在连续比较高的位置出现准蜻蜓线。那蜻蜓线它是变盘的信号 K 线，那这样一来连续出现变盘的信号 K 线那对于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的开盘将至关重要。那如果在8月5日是高开盘，那股价是容易向上的。如果股价出现了低开盘呢，那股价是容易转折向下的。好，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8月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两个可能都是横盘，一个是收在942相对高位置的一个横盘，另一个可能呢是收在925。实际在8月4日呢，它的收盘价是在925.9这个位置，是横盘。那我们会看到当日出现了新高，是在940.82，但是我们会看到收盘价并没有超过前面这个倒垂线变盘信号 K 线的最高。那也就是说股价回档成功后并没有向上突破。而且呢，我们会看到成交量在继续减少。那我们会看到连续4个交易日它的收盘价都是在上涨，但是它的成交量是在逐步的减少，那出现了价涨量缩的这么样一个现象。那出现价涨量缩的现象呢，如果股价是在上涨的行进中后续是很容易出现飙涨的。但是如果说这样的价涨量缩是出现在股价的高档位置，那后续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回档甚至是下行。好，我们先来看后续股价的上行。那对于8月5日来说，股价的上行目标是945。那站上945会建立新的上行的目标，就是要突破上方的1号趋势线。当然，在这期间1000这个水平线是压力位。那我们在近几期视频都做过股价上行的详细的阐述，
在这里呢我们就不再重复。那我们再来说，在8月5日，如果股价出现了回档，对，那我们说股价回档是不可以跌破878的。878啊，是这个在8月1日出现回档信号 K 线之后出现了回档，然后呢，现在又站上了这个倒垂线实体的上沿的上方，那也就是回档成功。所以878是这个回档的低点，那这一点呢是不能够被跌破的。一旦被跌破呢，将会形成底底低的一个空头的下行的趋势。对，那一旦跌破这个878呢，那下方我们会看到它将会回踩到837，对，目标是837。那837如果再被跌破呢，我们会看到这个一星二阳的上涨架构的动能呢将会被瓦解，所以跌破837之后，股价可能会出现下行，那目标一定是回补下方的缺口。当然，我们看到下方还有这个2号的上行趋势线。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那对于8月5日来说，在盘中我们要关注一个位置，我们画一条水平线，这个位置我们之前定义过，就是904。对，然后呢，我们再把另外2条水平线呢，颜色变一下，因为它将作为突破的位置，而不是观察位，我们把它变颜色。好，904这个水平线。那我们说一下理由。904，其实我们回顾一下，它是在8月1日出现倒垂线回档信号 K 线的时候，我们说了，在后续的交易日啊，股价如果站上这个倒垂线实体的上沿因为它是回档的信号 K 线，如果后续站上实体上沿，说明股价回档成功。对，那我们会看到在8月2日出现了回档，然后在8月3日就站上了这个垂线实体的上沿，也就是说回档成功。所以说呢，我们说在这个8月5日的盘中，我们要关注股价是不能够跌破904，因为股价跌破904之后呢，在盘中，那也就是说它会继续进入由8月1日产生的这个回档的信号，对，就是继续进入回档。同时我们会看到在8月3日和8月4日连续2个交易日的变盘信号 K 线它也将会促使股价回档。所以一旦在盘中跌破了904呢，那股价有可能会出现更低的一个位置。那我们说在收盘的时候呢，有可能会跌破下方的这个878这个水平线。所以说盘中我们要关注904。好，那这是我们说的回档。那我们再说盘整。那如果在8月5日出现横盘，我们认为这个区域依然会是在945下方是878之间运行。那也就是说，股价在8月5日当日只要在下方不跌破这个水平线呢，它就会出现横盘。好，那我们再总结一下，就是说上方站上945会向上突破，建立新的上涨目标。那在8月5日的盘中跌破904，股价会出现回档。那下方跌破878，那将会出现深度回档。否则呢，股价会在945到878之间进行横盘。好，这是我们对后续股价走势的分析。
那接下来啊，我们来看看操作层面的信息，也就是技术上的操作建议。那如果目前是持有多单，那短线获利呢，在技术上是可以守5日均线值，也就是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获利了结。那如果是5日均线值获利，如果股价出现回档呢，我们说下方只要不跌破837，可以逢低买入再做多。如果股价后续出现了飙涨上涨甚至是飙涨呢，可以在股价站上945之后呢，然后再继续进场做多。那对，这是守5均值。更保守一些呢，可以守10日均线值。那如果是守10日均线值啊，我们会看到在878这个地方啊，会是一个护城河。也就是说股价在上方是有5均做支撑的，然后呢，这个878也是相对比较强的一个支撑。那所以另外一个比较保守的呢，可以是守10日均线值，这样如果在下方建立多单呢，也是有获利空间的。但是我们不建议守20日均线值。那如果是后续守20日均线值呢，我们说股价一旦跌破了20均值，那一定会出现下行，甚至都到不了20均值，就是我们说在837，只要跌破它，可能就会出现下行。好，这是技术上的操作建议。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8月5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压力位就是前高940，在这个位置。第二个压力位945，再向上是1000。如果在1000之上呢，我们还愿意给出一个点位是1034，我们会看到是这个 K 线的最高，4月22日 K 线的最高1034。好，这是上方的压力位。我们再来看看下方的支撑。那下方的支撑呢，首先到来的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在904到927之间，是在这个范围内。那5均值的范围比较大，就说明股价呢，有可能对它的波动是比较大的。那我们说这个5均值啊，它包括了前一日 K 线的最低，也包括了这个200日均线值，同时还有8月3日股价的最低。所以这个5均值从第一个支撑从904到927之间，这是一个比较宽的支撑区间。然后接下来的一个支撑就是878就是我们说的横盘的下限。好，那继续向下，我们会看到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那10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在866到877。那其实我们可以把第三个支撑区间第二个支撑区间把它合并，就是从866到878，这是第二个支撑区间。好，接下来的支撑就是837。我们说股价是不能跌破的，跌破837呢，会转为下行。好，这是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我们给出8月5日股价预测。我们预测2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股价很有可能会继续横盘。如果是继续横盘呢，它是一个小幅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952，也就是继续出现新高。然后最低会回踩到918，收盘会收在935附近，也就是继续出现横盘。这是第一个可能。
那第二个可能呢，我们要给出2个方向。那第二可能，我们认为股价很可能会出现飙涨，或者说是回档。那如果是飙涨呢，它是有一个条件的，就是要跳空的高开盘，然后呢，股价最低会回踩到945，最高会到达1005，收盘会收在996这个位置。对，这是飙涨，它的出现飙涨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要跳空的高开盘。好，那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会出现回档。如果是回档，它也是有条件的，就是要低开盘。那低开盘之后，股价最高会到达928，然后最低可能会回踩到868，在这个位置，收盘会收在885。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8月5日走势的分析，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